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Dustin。好，那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就是又见面了。好，我们是礼拜四的这个 Thursday with Dustin。OK，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主要会回到这个阅读理解这个科目。好，来跟大家去讲一下，就是说今天在考试的时候呢，好，我们遇到细节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定位这样子。好，那事实上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哦，就是关于这个定位，对不对？其实并不是你看到题目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就才开始做的。好，而是你应该在看第一篇文章的时候，就要对文章里的某些资讯保持的敏感。OK， 好，很多人都觉得说，Dustin， 我今天为什么阅读那么慢？好，是因为说我今天是不是就是我不是外国人，然后或者说我今天的这个阅读的看字的速度太慢？但你要知道的是，大部分考 GMAT 的同学，他们其实母语都不是英文这样子。OK， 好，很多考试它其实是掌握了文章里的重点。好，所以你的慢其实不一定是在就是基础的阅读速度，而是在你根本不知道文章里面哪些细节是该慢的，哪些细节是该快的。好，那其实说老实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你不知道这些文章里面哪些细节是会考出来的，对不对？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要来跟你讲说，根据 Dustin 从题目考点的归纳来带你看说，GMAT题在细节题都会集中在哪些的这个文章里的重点身上。好，是当你看到文章用什么样的语气或是用什么样的逻辑带的时候，你就要心里面就要知道说 ，OK， 这个地方可能会是考细节题的地方。那你这个时候我们在读第一遍文章的时候，就算没有看到题目出现，我们也会稍微慢一下，好，去细细的读它的意思，也去思考它背后可能会出什么考题，这样子。OK， 好，来，那我们来看哦，好，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这七个，OK， 好，这7个文章里的语气呢，好，或者是文章里的特色，就是你必须要放慢速度的地方，也是出题者可能会考的地方。好，第一个是文章里面如果有专有名词，它后面带有就是解释或带有就是补充说明的时候，好，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文章里面好某一个立场的这个核心句，就是它的核心结论。第三个就是文章里的这个比较 ，OK， 对比或者是异同这样子。好，第四个就是文章里面最后的作者在前后呼应在收尾。第5个就是什么？文章里的这个列举、条列、并列。第6个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好，文章里的这个正相关和反相关的线性关系。第7个就是文章里的条件，或者是文章里的这个就是讨论 scenario， 讨论各种不同的状况，好去做分析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这7种高频的定位点，它们都是个别长什么样子呢？好，首先第一个，很多同学都会问说，今天 Dustin 是不是今天文章里面我所有的这个关键字，只要看到这种有没有？只要看到这种就是好像是专有名词的，我都一定要放慢速度。好，我以前看的文章的时候，我觉得有专有名词非常怕，因为我怕我今天如果看不懂的话，等一下会考出来。好，或者我怕说今天我不把它理解的话，等一下考出来我是不会做的。可是我要告诉你的是，GMAT 里面并不是所有的专有名词都会针对的考你细节题。OK， 好 ，GMAT 里面会考你细节题的专有名词或者是概念性名词，它都会先在文章里面先给你强调，或是给你补充它背后的含义。为什么？因为这个考试必须要维持公平性。好，这个考试里面它看似就是取了很多各种不同领域的知识，好，比如说今天天文的、物理的、化学的，甚至生物的这样子。好，但事实上他们为了要维持公平性，他们如果今天真的要考一些专有领域的知识，比如说像你看这个地方，好，他今天题目要考你这个文章里面讲到的 fixed and sunk cost， 对不对？好，他今天题目要考你的是文章里面讲的这个可能，好，他所讲的这个就是非物质的世界。这种概念性名词或专有名词 ，OK， 这个时候他一定会去特别的怎么样去帮你去做补充，像你可以看到在这边用括号的地方帮你补充这个东西的定义。好，像你看到在后面有帮你用什么 that 这个同位语的部分，帮你补充什么叫做所谓的这个女性的非物质的世界。好，补充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这个考试它本身最后测验的只是能力，而不是你过去在考试之前是什么样的背景知识这样子。好。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在考试的时候看到文章里面出现的专有名词或概念性名词，只要后面没有再继续的对它去做细部的叙述或定义，你大可以放心，它只是单纯疏忽即逝的资讯。好，如果后面有给出什么细部的定义，或者是后面有继续做补充的话，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把速度放慢了。OK 哦，你就要边看边想说，这个地方如果等一下考我说关于这个概念何者为真或推出下列何者的话，我该怎么回答这样子。OK， 好。所以像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下面的这个都有题目怎么样呢？直接考到这个被补充、被说明的专有名词或概念性名词这样子。OK， 好，那你可以想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理由是什么？我们说出题者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说今天好，他要维持公平性嘛，所以他如果不补充的话，他就心里没有鬼；他如果补充的话，肯定心里就是有鬼，对不对？代表说他今天要先跟你讲说，好，我已经帮你补充咯，如果你再不懂的话，不是我的事情咯，对不对？好，那第二个理由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你要想，如果一个专有名词只是疏忽即逝，后面没有任何的资讯跟他去连到的话，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呢，他要出5个选项的细节题，他也很难出，对吧？好，就是基本上呢，你如果要出细节题的话，你肯定是文章里要足够的这个资讯，好，来放在里面，你这样才能够去变化嘛，对不对？好，如果今天这个专有名词突然出来，没有任何的解释，后面也没有任何的资讯连到它，那这个时候呢，好，就是基本上出题者他本身也很难去出细节题这样的概念。OK， 好，所以各位请记得，考试的时候，如果你发现有专有名词或概念性名词，请你先不要慌张，继续往后看。如果今天这篇文章后面怎么样呢？继续是针对这个名词后面去做补充或延伸，或者是说去定义它的话，这个时候请你速度一定要放慢，边慢边想说，等一下如果考我关于这个名词何者为真，我应该要把重点放在哪里，我会怎么回答 ？OK， 好，所以这样子你先预想过一次，等一下真的看到的时候就可以有备无患，甚至就算你今天没有想到要怎么回答，但至少你今天已经留下了这个字在哪里的印象了，等一下回来定位也会比较快，而不会漫无目的这样子。OK， 好，所以第一个点就是什么？带有就是解释或带有细部陈述或特殊强调这个专有名词或概念性名词。OK， 好，那第二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文章里面每一个立场。好，那你要知道每一个立场，我们把它的这个结论或它最重要的表想法那个核心句，我们把它称作 core indicative。OK， 好。那其实就很像是什么？你就可以把 RC 想成是什么？想成是好这个好几块的 CR 串在一起。好，比如说这个地方是论点1，这个地方是论点1的反驳。OK， 然后这个地方是论点2，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什么？一块 CR， 一块 CR， 一块 CR 串在一起，就是好几个立场串成一篇文章，对不对？好，那每个立场里面它肯定会有所谓的 premise， 对吧？好，就是我们在 RC 里面CR 里面所讲到这个，它在推出结论之前所给出的这个证据或者是中间的推论，对不对？然后也会有一个这个立场，最后他想要证明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他的推论 conclusion， 对不对？好，这个所有立场里面都会有一句话叫做核心句，这个核心句就是每个立场里面的 conclusion。OK， 好，所以换句话说，你在看 RC 的时候，你在遇到每一个立场出现的时候，你都要记住，去把重点放在它的结论句身上。那当然，抓结论句的能力，对不对？这当然就是依赖什么？依赖就是第一个，我们在做阅读训练的时候的能力，这样子。好，当你今天的文章能够大概看得懂它的逻辑，对不对？好，你的抓结论句的能力就不会差。第二个就是你在 CR 里面去做论点判断的能力，这样子。好，所以这边我们不再赘述。好，关于这个阅读训练的方法跟 CR 判断的结论的方法，在我的部落格上，好，就是还有在我的那个就是频道上，我都有另外的去拍影片讲解这样子。OK， 好，那这个地方对不对？就是请你要记得是在考试的时候看到每个立场，我们都要在结束这个立场之前去回想一下这个立场最后一句话的结论到底在哪里。好，你觉得不能像是很多人考试这样子，就顺这样读，好，然后呢顺下去就读完了，对不对？OK， 好，这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好，就是因为你这样只是接收到了什么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一句话零散的资讯。好，看文章不应该像流水账一样看，你要确定的是，当今天一个立场出现了之后，对不对？某一个人出来表达想法，对吧？在他进入到下一个立场之前，好，就是可能他今天有个转折，或者他今天有别的学者讲话了。进入到下一个立场之前，你要确保自己确定这一个立场里面哪一句话是最重要的事情。OK， 好，像这个地方对不对？好，当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立场之前，我们必须要回想这个立场到底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好，这边就是什么？就是这些人都怎么认为？好，都认为病毒怎么样呢？好，病毒其实是助长，好，可以助长人口的下降，而不是什么？而不是直接一开始导致人口的下降。OK， 好，像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好，这些人呢，他们好认为什么？认为说今天好文化的这个什么文化的这个就是对一个文化的预期跟现实的差异，导致了后来这个民族意识的兴起，这样子。OK， 好，导致了后来复兴运动的兴起，这样子。好，那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你会说 Dustin， 你可能
会有一个误解，就是说 Dustin 是不是说今天看到有人表达想法，它就一定是文章里面的这个核心表态句？其实不一定 ，OK， 其实不一定。好，我们要重点要抓在结论的地方，就是这个人他到底最后想要推出什么结论。好，所以不一定是某人表达想法就一定是那一句话是 core indicative。好，那要怎么抓呢？其实有2个方法。好。比较就是偷鸡的方法会跟大家先讲。好，比较偷鸡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好，大概60%到70%的文章的那个立场，对不对？都是第一句话先讲结论，后面再补理由。OK， 好，都是第一句话先讲结论，后面再补理由。那只有30到40%的这个论点，对不对？好，它会是什么？它会是最后再讲结论。不过这个论点都有个特色，就是什么？好，当然用几率是最 low 的招了。我们当然不会用几率啊，几率这个更没办法，考试中没办法使用嘛，对不对？所以我要跟你讲是这30%跟40%文章的特色，就是这些都是文章一开始会有一个新发现或新实验。OK， 好，发现或者是实验。好，或者是一个实际的这个调查 ，OK， 就他都会先用一个客观的发现或实验或调查先来铺陈。那你看到一开始跟你讲做实验，跟你讲说最近有一个surprising finding， 跟你讲说最近有一个survey 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 survey 结束之后，最后作者会推一个结论出来 ，OK 哈，好，所以这个是比较投机的方式，就是你可以预设把大部分的文章的第一个立场表态当做结论，然后后面当做理由。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文章一开始就是出现了发现或使用或调查，就等他讲完，最后就是什么？最后就是结论。可你要注意哦，你不能跳过，你不能说 Dustin 因为 Dustin 说最后一句话的结论是中间我就跳过，或者因为 Dustin 说这个地方的这个结论我已经读到了，所以我后面就全部跳过，我没有叫你跳过，注意你不要跳过文章里的任何资讯，这样子 ，OK？ 好，来，那再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当然最稳当的。好，最稳当的检查方法，那肯定是什么？肯定是说你去看这一个立场里面，好，这个立场里面谁去回应前一个立场？好，如果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回应主题，对不对？就是回应文章里面的讨论的议题。好，就是一篇文章里面，对不对？好，我们要知道它的概念是这样子的，中心是主题。接下来会有不同的论点去回应这个主题，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讨论如何解决全球暖化，这是主题。接下来方法1、方法2、方法3就会是论点。接下来呢，方法1、方法3、方法2的好坏，对不对？就会是所谓的 evaluation。好，就像是一个树叶一样，开枝散叶这样子。好，然后呢，各个论点后面的 premise， 它的理由、它的证据，都会是像是什么？像是树叶一样挤在旁边。好，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呢？中心句会去跟其他立场可以回应。好，比如说这个评论，这个反对态度的这个最重要，这个反对态度的这个立场的中心句，可以发现它会去回应到别的立场 ，OK？ 但是反对态度里面的什么？里面的这个证据是不会回应到其他立场的，这样子，这些证据之间彼此没有关联，这样子 ，OK？ 好，或者是这个论点本身怎么样呢？是可以回应到文章一开始要讨论的如何解决全球暖化，但这个论点后面的什么？后面的这些不是重点的证据或它中间的推论，这些推论本身是无法跨段回应的，是无法回应到其他的论点，或者是回应到什么文章一开始的主题的 ，OK？ 所以这个才是最稳当的思考方式，就去思考说哪些资讯是只跟这个立场有关，而哪些资讯是这个立场最后的结论是可以回应到前面其他的论点，或者是前面文章的这个共同的主题的那个资讯，才叫做所谓的这个作者的核心句，这样子 ，OK？ 好。所以各位好，就是这个地方对不对？请你要注意哦，就是我们实战上肯定是2个混用啦 ，OK？ 但我们平常的时候会建议你先练这个，好，先去练习说把文章的这个逻辑架构抓出来，去思考哪些句话是文章的主题，哪些句话是文章的论点，哪些是文章的评论，好，就是那个评估 judgment， 然后呢，哪些资讯是他们各自背后的这个推论的这个 premise 或证据，这样子，好。来，那关于这个部分的架构，对不对？在我的部落格上也有非常详细的解说，请各位上去参照，这样子好，有教你该怎么抓 ，OK？ 好，但在实战上，当然我们如果时间不够的话，我们肯定是好，就是先预设大部分的文章，第一句话是结论。好，那再来就是什么呢？如果你发现实验或调查的话，那我们就会就是等着他讲完之后，等着作者最后下结论，不是作者就是写这个立场的人最后下结论，这样子。好，那么关于这个 core indicative， 对不对？好，他非常会考细节题。
OK， 他会考你说某个人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这句话的换写或者是推论这样子。OK， 好像你看这种 core indicative 或某人表想法，对不对？他都会跟你讲说，他会问你说，请问这个人怎么样了？好，他相信什么东西 ？OK， 好，或者他直接问你他想法里面的内容是什么这样子。好，所以像你今天发现，如果是这种主要立场的这种句子的话，我会建议你考试的时候速度放慢，好，速度放慢，然后边放慢边想，如果等一下考我这句话，关于这句话何者为真，或这句话所意思是什么的话，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话先把它讲过一遍，在没有看到题目之前，先试试看把这句话讲成自己理解后的这个人话，这样子 ，OK， 好，这样等一下遇到题目的时候，你做初步筛选5个选项，第一步筛选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用你所抓到这个好作者的态度跟作者的立场和逻辑来先筛选掉比较不可能的选项，来节省你后面定位的时间，这样子。好，来再来呢，第3个就是什么？第3个就是文章里面只要出现了明显的比较，好，这个比较不管是今天是比较相异，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比较相同，只要文章里面有出现明显的对比，好，不管是相异或相同，都会是细节题的高频的出题定位点，这样子。OK， 好，来各位。像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好像这篇第一篇文章里面，它比较就是什么？它比较就是相异，对不对？他说今天海蛇可以怎么样？好，它的心脏是比较在身体的中间，在身体比较中间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它的血液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就是平均的流到两边。而在陆地上的蛇，对不对？好，它必须要抵抗的是重力，为什么？因为它在树上的蛇，它今天好像是垂直的，所以这个时候它的心脏就会比较靠什么？比较靠就是头这样子。好，那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整篇文章，好，不管它的细节，但是它的重点，你很明显看到是什么？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好，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哦。好，今天比较就会是什么？细节题的高频考点。OK， 好，他就会去问你它的差异是什么。好。像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像这篇文章里面，他就会去直接问你说：“请问，关于其中一种蛇，好，它的特色是什么？”但是选项里面是怎么写的？选项里面是给你写说这种比较的方式写的，对不对？他们比谁更怎么样 ？OK， 好，这时候你要小心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呢，第一种变化就是有可能文章里面写的是 A 比 B 更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呢，在题目的时候就会变成是什么？就会变成是，譬如说 unlike。B A 更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选项对不对，就会反而跟着 A 走。好，不好意思，应该是反过来。OK， 好，应该是说文章里说 A 比 B 更怎么样，就选项里面却说什么 unlike A B 更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选项反而会跟着 B 走，所以这个时候答案反而会跟文章的叙述是反过来的这样子。OK， 好，这是一种出题方式。好，或者另外一种出题方式是什么？是关于 A 与 B 何者为真，而5个选项都会是什么？都会是比较的叙述这样子。OK， 好，所以你要小心的是，今天仔细看清楚题干的主角是什么，以及看清楚文章里面它的比较的重点是什么，它比较的对象跟它比较的方向是有没有换过来的这样子。OK， 好，来，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小心，当文章里面出现比较的时候，对不对？速度要放慢，并且一边放慢一边想说，等一下如果问到我说关于这2个的比较何者正确，我会怎么去回答它？这样子，好，就是我们都要先去预想过一遍。好，那当然相同的地方，对不对？它也会考什么？它也会考相同题。OK， 好，像这个地方他就问你，他就说什么？他文章里面说，今天研究告诉我们，好，这个 S 这个东西的产出跟释放，对不对 ？OK， 好，跟什么？跟这个 TRY 这个东西的增加是有正相关的，对不对？后来又跟你讲说，今天好就是 insulin 胰岛素怎么样呢？也会导致 TR 的增加，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相同的叙述的概念。OK， 好，相同或相异都会去特别去考你细节题这样子。OK， 好，那我们记住应对的方式就是什么？看到的时候速度放慢，然后并且边放慢边想，等一下会出我什么考题？如果问我这2个东西差在哪里，那我们要去怎么回答它？好，用自己的人话回答，就是把它当申论题，就很像是你去面试之前去想说，然后考官看到我的经历之后，他可能会问我什么问题，那我要怎么去应对？一样的意思，只有这样你才能有备无患，这样子。好，把看文章第一遍的时候就当做是什么？当做是模拟面试。OK， 好，然后再来呢就是什么？再来就是
conclusion。好 ，conclusion 就是文章最后作者有刻意去收尾的，好，刻意去前后呼应的，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延伸段。OK， 延伸段里面的这个文章收尾做结论。好，你要知道有一部分的文章，好是。文章最后作者不会收尾，直接让这个文章最后跟那个批评或跟那个就是论点就结束了。但是呢，有一部分的文章最后会有延伸段，对不对？就是文章最后会怎么样呢？作者会去前后呼应，去收尾巴这样子。OK， 好，那么像这种文章呢，剧院媒体就会特别去问你这个关于这个就是作者的态度，作者最后的立场，或者是今天关于这句话的细节何者为真，就会去帮你做这句话做改写这样子。好，问你能不能读出来作者背后的意思这样子。OK， 好，来，这个就是什么？你在考试的时候，如果你看到文章尾巴这个延伸段，对不对？语气很明显是有在做收尾、做结论，或者是前后呼应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想一下。这边他问你，如果问你说，请问关于作者的结论，下列何者为真？也就是问你作者的这个推论题，对不对？作者态度的推论题，你会怎么回答？这样子 ，OK？ 好，来，这是第几种？第四种 ，OK？ 好，第五种是什么呢？第五种叫列举。好，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就是说，当你文章里面看到有什么，看到有像这种一个条列，有看到dim star of no mass large planet like Jupiter black holes， 有没有看到它条列一个、两个、三个去并列好几件事情？好，或者像这种 blood pressure body temperature 好activity level alertness 好，还有什么 nighttime release 很明显的条列，对不对？这种地方我可以跟你讲，出题者最偷懒的，他就会考你什么？就会考你 except 题 ，OK？ 好，那这个时候你其实不需要先预想，为什么？你不可能预想一个没有出现的东西，你也不需要去把它背起来 ，OK？ 好，为什么？这样太没有效率了，你去背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好，那我们只要做一件事，就是只要稍微告诉自己心里面说 ，OK， 这边等一下可能会考我何者不是什么东西，何者不是什么东西。好，那这样子等一下如果遇到题目的时候，对不对？你就会有这个印象，遇到 except 了，刚刚好像有在这边好像看到有一个并列，再回来找就可以了，这样子不需要特别去预想可能的方向，因为你预想不出来没有提到的选项，对不对？好，来，再来呢，下一种就是什么？就是当文章里面你发现它的逻辑推论有在跟你去强调两个因素的正负相关 ，OK， 好，就是它的相关性，好，不一定要是因果关系哦，好，只要是有提到说两个因素的正负相关，好，那我们就要小心，它可能会去考你推论题 ，OK， 好，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哦，像这个题目，这个地方这个题目对不对？好，你有没有发现它这边的逻辑推论是什么？当冰河期开始的时候呢，这个陆地上的这个冰层好变得厚了，然后呢？逐渐的减少了什么？逐渐的减少这个就是海洋里面所蒸发的水，对不对？好，然后后面跟你讲说，好，就是重的同位素会在蒸发的时候留下，所以呢，剩下这个水会越来越怎么样？好，就是这个越来越的什么的关系，就是所谓的线性关系。OK。越来越怎么样的关系，就是所谓的线性关系。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就会有题目针对什么这样的关系去考你，对不对？你看下面这一题，他说 I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passage that the precipitation from the evaporated ocean water was。OK， 你有发现，它就是针对这个地方来考你啊。文章里面讲的是什么？越蒸发，对不对？水里面的什么？一开始说越蒸发，然后呢，后面讲什么？水里面这个O18就会什么？就会越多这样子。好，那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他故意换了这个对象，对不对？他变成说是问你什么？问你的是就是蒸发过的水跟海水的比较。好，文章里面讲的是海水的O18会越多，这边就变成是什么？反过来就是什么？就是就是谁比海水好？拿什么？拿蒸发过的水去比海水，就变成什么？蒸发过的水的O18肯定是更少的，对不对 ？OK 哈，因为O18都留在哪里？都留在这个就是海洋里面这样子。好，所以蒸发过的水的O18会变得更少。你会发现它就是故意，像我们刚刚说什么？像我们刚刚说的比较结构里面，对不对？好，比较逻辑里面还会故意怎么样？换掉所强调的对象。
文章里面强调的是剩下的海水 O18 更多，这个题目就问你的是什么？蒸发的海水 O18 会比蒸发的水 O18 会比剩下的海水少，这样子。OK， 好，那 anyway 你可以发现，当文章里有什么这种相关性越来越怎么样的时候，就会特别去考你什么？考你推论题。还有你看下面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也是个很明显的正负相关，对不对？好，说什么？说 O18 比 O16的比例越高，对吧？好，越怎么样？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后面说就可以代表说，当时陆地上的这个冰块是越多的，对吧 ？OK， 好，那你看下面这个地方也会问你说，请问什么样就是这个东西可以拿来推测什么东西，对不对？它也是考你说这个因素跟谁是有相关的这样子。OK， 好，所以当你发现文章里面有这种去讲述某一个因素跟另外一个因素的正相关或负相关的时候，它就会去考你细节题甚至推论题。简单点像是这个地方的细节，只是考你哪两个因素可以串在一起。难一点就会考你说什么，就是这个因素的方向跟另外一个因素的方向应该是谁多谁少。那这时候也要小心，就是什么，就是他可能会把文章里叙述的重点调换过来，文章里面可能强调的是 A， 结果呢选项换过来强调的是 B 这样子。OK， 好，来，那当然就是今天我们在考试的时候看到这个相关性出现的时候，我们速度应该要放慢，好，边放慢边想，这个地方如果等一下考我，好。这关于这段何者为真的话，我要确定我要回答的是谁跟谁是相关的。OK 哦，好，来，那再来呢，我们来看的是，好，最后一个 OK，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是当你发现文章里面有跟你讲到什么，有跟你讲到所谓的条件 ，OK。或者跟你讲到所谓的状况分析。什么叫条件跟状况分析呢？好，条件的意思就是如果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好，就是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出现。好，那状况分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他如果跟你讲说，在什么的，在譬如说今天好，在政府有钱的状况下会怎么样，然后再跟你讲说在政府没钱的状况下会怎么样。好，就是它分了好几个状况。OK， 好，然后跟你讲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跟你讲说今天好，当比如说当今天氧变多的时候，氧16变多的时候，好，后面会推出什么？氧16变少的时候，后面会推出什么？这种叫状况分析，就是分好几个 scenario 在分析。OK， 好，那条件则是在什么的前提之下，如果怎么样会怎么样？好，或者是他今天在讲一个实验跟你讲说，我们先控制说，比如说我们先控制实验室里面的这个氧是正常的，实验室里面的水是正常的，实验室里面的温度是恒定的，这种都叫做条件。OK， 当你发现文章里面有去跟你限制条件，去做条件之后的叙述，或者是跟你讨论不同就是不同状况下的后果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速度一定要放慢。为什么？这边是超级喜欢出推论题的时机，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例子。好，那你看下面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现，像第一题的地方，他跟你讲说 ，It can be calculated that the critical density of matter need to break the expansion and close the universe is equivalent to 3 hydrogen atoms per cubic matter。他说什么？要达到怎么样呢？要达到就是宇宙停止扩张，好，然后呢收缩的密度是多少？这个关键的密度，你们发现他就在讲什么？讲这个条件门槛，对不对？这个关键的门槛密度是多少？是每立方公尺3个氢原子。OK， 好，他就在讲说，如果达到3个氢原子的话，对不对？好，这个就是条件，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可以达成什么？就可以达成宇宙收缩。OK， 好，所以这个地方你看他题目怎么考的？他说如果今天这个条件没有达成的话，那么这个下列何者会发生，对不对？那就是什么？如果条件没有达成的话，那么后果就不会达到，对不对？所以宇宙就不会收缩这样子。好，所以你看他这边是什么？把条件放在题干，好。然后呢，把今天条件之后的这个把条件放在题干，把条件之后的后果放在选项里面，而且还故意取非，对吧 ？OK， 好，那再来第二种就是什么呢？第二种就是好，你看像下面这个题目，他说今天有一个病毒，对不对？好，被认为是什么？是影响某一种生物的这个数量的循环或数量的这个就是规律的关键因素。好，因为这种病毒怎么样呢？它本身它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就是感染的这个周期，比如说潜伏期跟发作期。他说这个病毒如果不被太阳照到的话，可以怎么样？可以活很久。OK，
可以活很久这样子。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这边是条件，对不对？倘若不被太阳照到的话，那后面这边是结果推论，对不对？叫做它可以存活了很久，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是有病毒性这样子，还有毒性这样子。好，那你们看到今天刚刚那个题目是把这个条件放在题干，然后呢结果放在选项，对不对？这边反过来是问你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达到结果，就是要问你什么条件才是正确的，对吧？好，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它就是把什么？它就是把结果放在题干，然后把条件放在了选项这样子。好，所以一样，我们在遇到这种什么讲条件、讲状况的时候，我们都要速度去放慢，去看清楚是什么条件之下才会发生这种事情。还有就是我们在遇到题目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去看清楚题干问我们的是条件还是结果，然后再回去逆推。OK， 好，比如说举个例子，像这种如果文章里面讲的 O16 跟 O16 以上跟 O16 以下的状况的时候，对不对？好，这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可能题干今天好会故意讲的是别的状况，比如说文章里面只讲了 O16 以上，结果题干问你的是 O16 以下。那这时候你定位就可能会定错 ，OK？ 好，文章里面讲的是如果 O16 上升的状况，但选项却问你那个题目却问你的是 O16 下降的状况，你可能就会定错段 ，OK？ 因为你没有看清楚他要讲的条件是哪个条件。好，然后还有就是今天你要小心的是什么？有一些推论题它有一些不是推论题，有一些选项它后面会放条件，它这个条件可能不符合文章所讲到的条件。比如说文章里面如果只讲到说，好，如果 A 变高的话，则会怎么样？好，没有讲到 A 变低的时候会怎么样，或者是如果有 A 的时候会怎么样，对不对？好，但是今天选项里面却讲了什么？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如果有 A 则成功，好，则会成功，对不对？如果有 A 则会成功，好，但是呢，今天呢，它选项却会跟你讲说什么？如果没有 A， 好，就一定会失败，好 ，must be failed，OK， 好 ，must fail，must fail，OK， 好，来，这个时候这个逻辑是没办法逆推，对不对？没有人说有 A 就会成功，代表没有 A 就一定会失败，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要小心充分逻辑跟必要逻辑，就是若 A 则 B， 若非 A 则非 B 这种逆命题、否命题、逆否命题的这个推论，这样子。好，所以简单来说，当你发现在考到文章里的这个，当你发现文章里面讲到条件或讲到状况分析的时候，速度一定要放慢，以及后面去定位回来的时候去注意什么？注意今天题干所给的条件是不是你刚好定位回去的地方，以及文章里面怎么样呢？文章里面不是文章里面，就是选项里面所绑的这个条件的修饰语，跟文章里面这个条件是不是可以逆推的 ？OK 好，这是我们遇到条件或 scenario 的时候我们会注意的地方，这样子。好，但是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好，来，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遇到专有名词带叙述好或特别强调的时候，好，概念性名词或专有名词带叙述解释或特别强调的时候，速度放慢，边放慢边想关于这个词何者为真，我要怎么回答。好，然后第二个，看到某个立场的时候，对不对？抓他立场的这个最重要的核心句，就是它能回应到别段，回应到之前别的立场或者是别的结论的这个结论句。OK， 好，然后并且去想说这个地方我要怎么用自己的人话把它一句话的重新表达出来，这样子。好，然后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文章里有相异相同的时候，要问你自己，好，何者相异，何者相同，并且在等一下做到题目的时候，小心他今天题干里面的这个主角是谁，会不会换过来 ？OK， 好，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好，文章里面如果作者有刻意在用结论来收尾、来前后呼应的时候，也要小心，这边可能会考你推论题。你要想的是，如果等一下问你关于这个地方作者同意何者的话，你会怎么用自己的一句话回答 ？OK， 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如果有列举的话，对不对？你不用特别想什么，你只要记得等一下考了 except 回来看就可以了。好，节省你定位的时间。好，如果今天有什么正相关或负相关的话，对不对？这时候你要看清楚是谁跟谁相关，它的相关的方向，并且就是速度要放慢，并且等一下回来的时候要去注意它的方向有没有走反，以及它的题干到底是以谁当主角这样子。以及最后一个，文章里面如果有讲到条件、先决条件，或者是做不同条件之下的状况分析的话，你分别要小心
题干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条件，不要定错位，以及选项里面如果有条件修饰语的话，对不对？好，要小心充分必要逻辑是不是有搞反了这样子。好，比如说如果有 A 则会成功，不代表没有 A 就一定会失败这样子。OK， 好，来。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7个高频定位点，以及他们后面会出的这个变化的出题模式。但我还是要提醒你哦，就是说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放慢速度，是因为我们不是只单纯的放慢速度。好，如果只是单纯的放慢速度，没有任何意义。放慢速度的目的是要预先思考、预先回答。OK 哦，为什么你要预先思考、预先回答？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今天考试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题目什么时候看到题目考出来，再去想已经太迟了，这时候你的思考就已经比人慢一步了，甚至还有可能会手忙脚乱。就像是你今天去面试之前，你完全没有想过考官会问你什么问题，你当下肯定是非常的紧张，而且是非常的被动的。所以你要怎么争回主动权？很简单，就是在看第一篇文章的时候就去想，这篇文章如果我是出题者，哪里会考我 ？OK， 好，那当然今天考试的时候你不会去想那么多，想那么仔细。可是你平常如果练习的时候养成这个习惯，好，就是看到这些高频定位点的时候去想，它背后可能会考我什么东西的时候，对不对？好，你考试的时候就变成一种直觉了，这样子。好，这个就是有备无患，就算没有考出来就算了，但如果有考出来的话，你刚刚的那个想法就已经可以帮助你怎么样呢？去筛选选项。好，甚至就算你刚刚没有完整的想法，或者你刚刚已经你的想法你不确定，但至少你刚刚在看文章的时候速度变慢，可以让你怎么样？可以让你今天已经大概知道定位点在哪里，可以回去找了这样子。好，所以你要记住，高手都是预先思考。他的预先思考怎么样呢？不仅可以让他自己知道说，好，哪里等一下需要回来定位，还可以让他今天在等一下遇到选项的时候，可以更有底气的去判断这样子。OK， 好，但是我一定要提醒你，以上的东西只是高频，什么意思？是从过去 OK， 好，就是200-300篇的这个官方文章，好，包括 OG， 包括 Prep。好，包括 GWD， 以及就是网络上就是所找到这个所谓的基金，对不对？好，还有考古的题库所整理出来、归纳出来的高频，但它并不是一个必然。OK， 好，并不是说出题者只会这样考。好，所以今天你考试的时候，你肯定还是会有漏网之鱼，那是肯定的。出题者他爱怎么考都可以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你还是要记住，学习去掌握文章架构，好，学习去增强阅读能力，增强自己对文章里面部分资讯的这个短期记忆力，这样你才能够有把握的去应对所有的细节题，这样子。好，但是以上这些方法已经可以让你去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了，这样子。好。那我们下一次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资讯。好，我们下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CRT。好 ，CRT 里面有一种就是比较特别的题型，叫考古类型的题目。它的特色就是资讯非常的多，可能有证据，好，可能有年代，然后生难字又非常多，好，然后呢，要你今天去做削弱加强，甚至要你去推出一个结论这样子。好，那我们下次会分享的是考古题，你在实战上的解题跟应对的思路会是怎么样的这样子。OK， 那也请大家注意哦，就是说，好，请大家一定要去 follow Dustin 的这个就是好部落格，好，我们每一次的更新都会在部落格里面发布，并且里面还有除了我们的这个公开课之外，更多的关于不管是备考的资讯啊，或者是今天你的解题的步骤啊，或者是今天你的个别的考点，好，甚至是你的读书计划规划，在里面都有大量的这个资讯，全部都是干货这样子。OK， 那关于我们这一个 Thursday with Dustin 每一次的影片，对不对？每一次的教学都会放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频道上面，好的这个清单里面。好，所以各位，如果你今天才听到，你过去没有听到，请各位也要赶快回去 follow 好不好 ？OK， 每一次的这个影片都会让你今天是可以在实战上或者在平常练习上是可以直接应用，直接好就是增强能力的这样子。OK， 好，我是 Dustin， 那我们就下次见，记得去 follow 哦，拜拜。